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13章。汤决定了，他很失望，也很难过。他对自己说，他是一个没有人爱、没有人要的孩子。如果他们知道他到了什么地步，也许会后悔。他努力做好事，但是他们不让他做，他们只想不要他。那就这样吧。是的，他们让他这样做的。他要过不好的生活，他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这时，他已经离开了村子。学校的铃响了，叫学生们上课。他听到了，心里很难过，因为他知道以后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了。这不是他的错，他们把他赶到了外面的世界，他就只能接受。虽然他原谅他们，然后他哭得更厉害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遇到了他的好朋友乔哈珀。乔的表情很严肃，好像心里有什么重要的决定。看来他们是两个想法一样的人。汤用袖子擦了擦眼泪，开始说他决定离开家，因为家里对他不好，也不爱他，他要到外面去，永远不回来。他还说希望乔不要忘记他。但是很快，汤发现乔也想对他说一样的话。乔的妈妈打了他，因为他吃了奶油，但是他根本没有吃过奶油，也不知道有奶油。很明显，他的妈妈已经不喜欢他了，想让他走。妈妈想让他走，他也只能走了。他们一边走，一边安慰对方。他们决定互相帮助，永远在一起，直到他们死去。然后，他们开始计划。乔想住在山洞里，吃很少的东西，最后因为冷，缺少食物而死去。但是听了汤的话，他觉得当海盗更好，所以他同意当海盗。在圣彼得堡下游3英里的地方，密西西比河有1英里多宽。那里有一个长长的、窄窄的岛，岛上有很多树。岛的附近有一个很浅的地方，很适合当海盗的基地。岛上没有人住，在河的另一边，对着一片很大的森林。他们选择了这个地方，叫杰克逊岛。他们没有想过谁会是他们的目标。然后他们去找哈克贝利费恩。哈克贝利加入了他们，因为他觉得做什么都可以。他们分开了，说好午夜在村子上面2英里的河边见面。那里有一小块木头，他们打算用它。他们每个人都要带鱼钩、鱼线，还有偷来的食物。那天下午，他们告诉别人，村子里很快就会发生大事。他们告诉那些人，不要说出去，等着吧。午夜的时候，汤带着火腿和其他食物来了。他站在一个小山上，那里有很多树，天空有很多星星，晚上很安静，大河的声音像安静的海一样。汤听了一会儿，但是没有听到什么声音。他吹了一个很长的口哨，然后他在山下听到了口哨声。汤又吹了2次口哨，也听到了2次口哨声。然后他听到一个很小的声音：“谁在那里？我是汤索亚，可怕的人。你们是谁？”“我是哈克费恩，红手，还有乔哈珀，海上坏人。”汤给他们起了这些名字，从他喜欢的书里来的。很好，说出密码。2个声音在晚上说出了同一个词，血。然后，汤把火腿从山上扔了下去，他也跟着下去了。他的一些衣服和皮肤被刮破了。在河边有一条路，但是没有困难，所以汤没有走那条路。海上坏人带来了一块肉，他走得很慢。红手偷了一个锅，还有很多烟叶，还有一些玉米，可以做烟斗，但是只有他抽烟。可怕的人说，没有火就不能开始。这是一个好主意，因为那时没有火柴。他们看到100米外有一块木头，上面有火。他们偷偷地走过去，拿了一些火。他们把这件事当成一次冒险，每走一步都说嘘。
然后停下来，把手指放在嘴唇上，假装拿着刀，小声地说：“如果敌人动了，就把刀插进去，因为死人不会说话。”他们知道船上的人在村子里，但是他们还是像海盗一样做这件事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出发了。汤是船长，哈克在后面划船，乔在前面划船。汤站在船中间，抱着胳膊，表情严肃，大声地发命令，对着风，不要眨眼，向左转。因为孩子们一直在把木头推向河中间，所以这些命令只是为了好玩，没有别的意思。船上有多少帆？很多。把帆放下来，让6个人上去，把绳子拉紧，向左转，停。木头离开了河边，孩子们开始向岛划去。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，他们几乎没有说话。木头经过了村子，2、3个灯光表示村子在那里，人们正在睡觉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可怕的人仍然抱着胳膊，看着他以前快乐，现在难过的地方。他希望他能看到他，在海上，不怕危险，走向死亡。他很容易就觉得杰克逊岛离村子很远，所以他带着失望和满足的心情看了最后一眼。其他的海盗也在看最后一眼，他们差点让木头离开了岛，但是他们及时发现了危险，努力避免了。凌晨2点，木头到了岛的附近，他们把东西搬到了岛上。他们有一块旧的布，用它来保护食物。他们打算在天气好的时候睡在外面，像冒险家一样。他们在树林附近点了一堆火，用锅做肉吃，吃了一半的玉米面。他们觉得在岛上没有人管他们，很自由，以后再也不回去了。火照亮了他们的脸，也照亮了树林。当他们吃完肉和玉米面后，他们躺在草地上，很高兴。虽然有更凉快的地方，但是他们不想离开火堆。这不是很棒吗？乔说。太棒了，汤回答。如果孩子们看到我们，他们会说什么？他们会说，他们会很想在这里，是吗，哈克？也许吧，哈克贝利说，我很好，我不需要更好的，我几乎没有东西吃，而且在这里没有人打我，这是我喜欢的生活。汤说，不用早起，不用上学，不用洗脸，没有那些麻烦的事。你看，瞧，海盗在陆地上没事可做，但是隐士要一直祈祷，而且没有乐趣，因为他总是自己一个人。你说的对，乔说，我以前没有想过，我现在更想当海盗了。也许，汤说，现在的人们不喜欢隐士，但是人们总是喜欢海盗。隐士总是睡在很硬的地方，头上放着麻布和灰，下雨的时候淋湿。他们为什么要头上放麻布和灰？哈克问。我不知道，但是他们必须这样做。隐士总是这样做。如果你当隐士，你也要这样做。我才不这样做。哈克说。那你做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不这样做。你必须这样做，哈克。不然怎么办？我不会忍受的。我会逃跑。逃跑？你算什么隐士？太丢脸了。红手没有回答，因为他正在做一件更快乐的事。他刚刚在一个玉米上钻了一个洞，然后放上烟叶，点燃了。他很快乐。其他的海盗很羡慕，决定以后也要这样做。哈克问，海盗要做什么？玩得很开心。抓船，烧船，拿走钱，埋在岛上，杀死船上的人，让他们走木板。他们把女人带到岛上。乔说，他们不杀女人。不，汤同意，他们不杀女人，他们太善良了，而且女人总是很漂亮，她们穿着漂亮的衣服，都是银子、金子和钻石。乔兴奋地说。谁？哈克问。海盗。哈克看了看自己的衣服。我觉得我穿得不像海盗，他说。我只有这些衣服。
但是其他人告诉他，当他们开始冒险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漂亮的衣服。他们说，他现在的衣服可以开始穿。虽然有钱的海盗一开始就穿漂亮的衣服，慢慢地，他们不说话了，开始睡觉。烟斗从红手的手里掉了下来，他睡着了。海上坏人和可怕的人没有那么容易睡着，他们在心里祈祷，因为没有人让他们大声地祈祷或者跪下来。他们很想不祈祷，但是他们害怕这样做，害怕被闪电击中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快要睡着了，但是他们的良心来了，他们开始害怕离开家是不对的。然后他们想起了偷来的食物，开始难过。他们想告诉他们的良心，他们以前偷过很多糖果和苹果，但是良心没有被说服。他们觉得偷糖果只是拿，但是拿火腿和肉就是偷。圣经里说不能偷东西，所以他们决定，当海盗的时候，他们不会偷东西，这样良心才让他们睡觉了。